根据3月2日加拿大央行发布的消息，央行终于要开始涨利息了。在跳票了多次之后呢，央妈决定将 0.25% 的隔夜利率涨到 0.5%， 各个商业银行也纷纷跟进。我们之前经常看到的 1.4 到 1.5 的浮动利率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 1.6 到 1.8 的新的更高的利率。加息对已经买房和还没有买房的朋友们会产生哪些影响？多伦多的房市是不是就此绷不住了呢？无论如何，在 Norman 看来，加息对整个市场是件好事，这又是为什么呢？不要走开。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 Norman， 我们又见面了。年初呢，由于确实业务十分繁忙，拖更了几期，大家催更的消息呢，我都收到了，对此呢也表示歉意。这一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干货，作为一个补偿，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后，把你的想法在下面告诉我。原创内容制作不易，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一个免费的赞，关注一下我的频道，谢谢。最近利率上涨了，这是2018年以来首次加息。所谓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加息这么一个短期因素，对市场到底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是不是要恐慌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带大家看一看最近的市场表现如何。多伦多1月和2月的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是涨爆了呀。我的一个房东客户跟我买了房子之后呢，跟我讲他的房子差不多涨了 60%， 其中有 30% 是今年1月2月涨出来的。这听起来呢是非常恐怖的，但这个事儿呢基本上是没有毛病的。目前呢，在市场上给很多客户抢房子的感受呢，就是房价确实涨了很多，整体上市场上的房子的质量是在下降的。来看一下最近3个月房价的变化，从2021年12月的 115.8 万涨到了2022年2月的 133.5 万，总体涨幅呢是 15.3%， 局部区域的涨幅呢，在我看来已经超过了理智范围可以理解的程度。带大家看几个例子，比如这一套 Markham 的94万的1+1卖到了1400一尺，不知不觉啊，多伦多 Downtown 已经卖不过 Markham 了。再来看这两套 North York， 隔了一天一样的户型多卖了5万块钱，做到了隔夜利率 1800%， 日利率 5%。 跟这个一比啊，央行涨的那 0.25% 真的是毛毛雨。相比之下，另外一个重磅消息呢，就是在今年的2月，多伦多的房价正式超过了温哥华的房价，来到了加拿大第一的水平。我在很早之前呢就预言多伦多的房价是一定会超过温哥华的。现在呢，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从城市的体量上讲，温哥华有260万人，多伦多有630万人。温哥华的人口呢，只是多伦多差不多 40% 的水平。从就业上讲呢，多伦多的就业情况常年好于温哥华。有很多人呢，一边嫌弃多伦多的气候没有温哥华好，一边呢，身体却非常诚实的来到了多伦多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此时此刻，多伦多的房价超过了温哥华，在我看来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未来呢，如果不会发生特别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呢，多伦多估计不会再被温哥华的房价反超了。买房子 buy low sell high， 这是一个不错的买多伦多卖温哥华的点位。回到今天的主题啊，利息涨了 0.25%， 对市场究竟会有哪些影响呢？简单的讲，肯定是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负面的影响呢，程度比较轻微，对于抑制现在过快上涨的房价呢，可以说将会是杯水车薪的作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50万的贷款，如果涨了 0.25% 的利息，一年差不多是多还1250块钱的利息，折合每个月104。这样听起来呢，好像对支付能力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是仔细考虑一下细节呢，其中还是有很多大多数人不了解的情况。这边 Norman 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点，
虽然利息上涨了，但是大家可以从银行拿到的贷款额度可以说是完全不受影响的。之前呢，跟大家聊过很多跟贷款和利息相关的话题，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加拿大的贷款到底是怎样审批的。今天呢，就来跟大家顺道科普一下。如果按收入的方法来计算贷款呢，加拿大的各大银行都是遵循一个叫 B20 的基本准则的。它的基本逻辑呢，就是算一下一个人的收入、一个人的费用，以及要买的这个房子相应的支出，得出一个比值。这个比值呢，是由 cost 费用做分子， income 收入做分母的。根据统计口径的不同呢，费用除以收入还可以得出两个不同的比例，分别是 total debt service ratio TDS 和 gross debt service ratio。GDS， 各个银行对这两个比值是有最低要求的。当你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卡住了银行的最低要求，那么你的贷款就批下来了。如果卡不住呢，你的贷款可以说就飞了。为什么说银行给我们的钱的数量并没有因为利息上涨而减少呢？这是因为银行给我们贷的钱并不是根据你实际支付的 1.5 或者 1.7 这样的利率来计算数额的。银行是根据一个叫 stress test rate 压力测试利率 5.25% 来审批贷款的。这个利率呢是比实际利率要高的，所以说银行是比较保守的算法，提前把未来利息上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算到了你的贷款申请中。每个银行对于 TDS 和 GDS 都有不一样的要求，他们的算法和最低的门槛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性的你在 A 银行发现贷不到款，去 B 银行就可以贷下来了。但是问题是 A 银行的人只会告诉你这个钱贷不下来，他并不会告诉你说没关系，你出门右拐去 B 银行就可以贷下来了。银行之间是竞争关系，他们当然不会把这些商业机密告诉你。我会我给我的10套房俱乐部的成员做的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给大家做贷款上的规划，帮助大家合理的利用各个银行之间的差异，比较容易的贷款买到10套房。毕竟当你有15万的首付和15万的收入，就可以开始买房了，而且最终一定是可以买到10套房的，成为预备千万富翁。有志加入我的10套房俱乐部，欢迎这边联系我。对于各个银行来说呢，具体的审批流程和对 TDS 和 GDS 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也是他们的商业机密。这边呢就不给大家放具体的数字了，我给大家放了一个公开的数据，是 CMHC 审核贷款保险的时候对贷款人收入和费用的具体要求，可以说是比各个商业银行要更为严格的。你在 CMHC 这边如果可以卡得住，那么你在各个银行那边申请贷款压力也不大。也是根据这个 B20 的公式呢，我们可以得出大概估算一个人贷款的额度是你的收入的5倍。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贷款经纪人会跟你讲，你的贷款额度差不多是你收入的5倍，就是根据这个 B20 的公式大致估算出来的。除此之外，对于高净值和新移民项目也没有听说因为这一波利率上涨政策上有什么调整。所以虽然利率上去了一些，人们从银行可以借到的钱并没有变少，人们的支付能力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钱袋子没有变鼓，那么这条政策对房市的整体影响就不会那么明显。至于负现金流嘛，在多伦多 20% 首付买房，负现金流是常态。我个人去年买的6套房以及今年买的2套房中呢，也基本上都是负现金流。这个时候多付100，其实影响也没有那么明显。第二点，利息上涨对已经拿到贷款的人来说，月供是没有影响的。如果你是固定利率呢，其实你是希望利率涨到 10% 的，那个时候你就赚爆了。你的利率是固定的 2.3% 还是 2.3%。对于浮动利率来说，加息会让我们每个月的月供变多吗？答案是不会。区别呢，是我们现在付的钱里面
利息的占比变高了，本金的占比变低了。到合同期结束呢，最后贷款的剩余金额可能会因为利息的上涨而变多一些。只有当利息暴涨了非常多，你现在付的这个钱呢，连银行的利息都付不上的时候，银行才会考虑开始调整你每个月付的款的金额。除了这种特殊情况，每个月的月供只有到合同续约的时候才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变化。无论是浮动还是固定利率呢，合同到期之后，银行都是会调整具体的付款金额的。这个时候，如果因为利率上涨，大家觉得付款的压力比较大呢，还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原地重新申请一下贷款，把自己的付款期限延长。举个例子，本来你申请了25年的贷款，付了5年，剩下的尾款你应该在未来20年付清，但是这个时候利率上涨，你觉得付款压力太大了，你可以原地重新申请一个25年的贷款，这样呢，把剩余的金额由20年还款变成25年还款，每个月的月供数额就下降了，你的压力也会随之减小。那么利息上涨真正影响的是哪一批人呢？答案是还没有买房、即将买房的这一批人。你们的月供数额会因为利息的上涨而上涨一些。这里要提醒一点哦，买楼花的风险其实是最大的，尤其是买了楼花5-6年之后才交房的这批人。你按今天比较低的利息算，自己的支付能力是够的。5-6年之后，如果利息暴涨了，那么这个情况就要重新计算，你要把自己的风险考虑好。刚才说到 0.25% 的利息会让你每一年多交1250，每个月多交104块钱的利息。那么我们具体来算一下，一个新的贷款上涨利息到底会让我们多付多少钱呢？我们拿利息从 1.5% 涨到 1.75% 来举例，实际上是只需要多付58块钱，这好像和我们刚才算的104还是有比较大的出入的。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50万的贷款余额实际上只有第一个月是这个数字，未来的贷款余额是不断降低的。在整个25年的持有贷款的过程中呢，其实平均的贷款额差不多是25万，所以你每个月多付的钱呢，实际上就是整个贷款额50万的一半左右。第三点，如果利息上涨对哪一部分人的影响最大呢？在我看来，肯定是首次置业还没有买房的这一批人。利息上涨很有可能让这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多租一段时间的房子，让他们保持租客的身份留在市场中。这一批人的支付能力相对是最弱的，加息对他们的影响肯定是最为明显的。如果有更多的人租房子，这个时候一定会引起租赁市场的加速复苏，会以比较快的速度超越2019年的租赁市场高点。我买的房子中就有一个房子，原本1500的租金，在今年续约的时候涨到了1800。大家看看我之前的视频啊，可以知道是哪一套房。能涨这么多吗？答案是可以，因为我买的都是新房。所以当光脚的人担心穿鞋的人鞋坏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房东和租客协商怎么样一起来消化掉加息带来的影响。最后呢，给大家一个今天的结论，房价上涨肯定是会对房地产市场有负面影响的，但是这个影响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激烈。利息上涨呢，说明加拿大政府对整体的经济和就业的复苏是看好的，所以呢，他们选择使用加息来抑制通胀。我们知道，在买房子过程中呢，实际上是希望有一些通胀的，更准确的说呢，是希望通胀比利息要高的。现阶段呢，通胀是 5.1%， 是远远的高于 1.5 或者是 1.75 的利息的。未来即使进一步加息，只要利息没有涨到和通胀接近的水平，那么这个加息就不会对房地产市场造成根本性质的影响，只会对程度造成影响。我相信加拿大政府是不会把利息加到超过通货膨胀的。在通货膨胀水平和利息之间的差来到了历史最高点的时候呢，我们只要通过借贷来买房子，基本上就可以稳稳的收下这个由通胀和利息之间的差给大家带来的福利。
当然，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去借 B-Lender 和私贷这样利息比较高的贷款的。投资房地产市场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沉住气，切勿着急跟风追涨杀跌。同时呢，投资房地产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大家千万不要焦虑。一年涨30%本来就是一件不可持续的事情，如果由于加息可以让涨30%回到涨6%到8%的长期比较健康的状态，这对整个加拿大和多伦多的房地产市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涨得平稳健康慢一点，难道不香吗？做了这么多期视频啊，一直在跟大家讲房地产市场买的逻辑。下一期视频呢，跟大家讲一讲房地产市场卖的逻辑，敬请期待，不要走开。好，这就是本期的视频内容，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评论、转发，毕竟转发了你就赚发了。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我们下期见。